他们这个棚里面呢，说是种了2个300斤的大南瓜，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啊。应该就是这2个了。这个南瓜比我种的好看啊，我种的是米白色的，它这个是红色的。像这种大南瓜呢，看上去是特别唬人的呀。所以说呢，很多人不相信这个是真是假，都要拿指甲掐一下看一看。像我种那个南瓜呢，个头是它差不多的，但最终呢只有50多斤。一个是我那个瓜它的皮比较薄，再一个呢，因为我采摘的太晚了，已经有一些晒干了。这个呢是260多斤的大南瓜，像这个呢是280斤的南瓜。像这个瓜，我觉得这2个数字呢已经是非常高了。再往后呢，它只会说越来越轻。因为像这个瓜秧，你看都已经不太行了，像这个瓜它会慢慢的变干，慢慢的长老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南瓜呢？这种南瓜它就叫观赏南瓜。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？因为像这种瓜，大家可以看到吧，就这么大一片，每一颗上只结1个瓜，记住只有1个瓜。如果你结2个瓜的话呢，它这个营养是供不上去的，不可能长这么大。它这个生长期又特别长。最主要的是它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差呀，像我们那个南瓜呢，到最后已经扔掉了，也没有办法去食用。几乎在每一个蔬菜展览园都会有这样一种南瓜，因为现在的人都特别喜欢一些这个超出常理的事情，像特别大的或者特别小的，长相另类的东西会容易得到大家的喜欢。但是它这个食用价值是特别差的呀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。有朋友给我留言说，这个南瓜长这么大，是不是可以喂猪？但是你们想过没有？你看这么大一片秧子就只结这么1个瓜，它这个肥料成本，它这个占地成本等等，这个跟普通南瓜相比呢，它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呀。不过它们存在也是有意义的呀，向大家证明这个南瓜确实可以长这么大，各有各的好处吧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梦琪。咱们今天把这些南瓜给它剪掉，别看这个棚长得不怎么样，这个南瓜已经全部成熟了。这个棚的南瓜种的是这个流星蜜，跟那个金丝蜜瓜是差不多的，是一种甜度特别高，可以直接蒸着吃的南瓜。看这个南瓜是否成熟呢？就看这个位置，就它木质化的越严重，证明这个瓜越熟。那么好好的长得好好的，为啥要给它剪下来了？像这种南瓜，它跟红薯一样，就它这个鲜南瓜并不太甜啊，越放越甜。因为存放的时间长了，一个是它里边这个水分蒸发，再一个呢，它里边这个淀粉在一部分这个酶的作用下呢，会变成一部分糖分，所以说存放的时间越长了越甜。咱们今天把这个南瓜给它摘掉以后呢，存放一个10天左右的时间，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？这可像流星锤是吧？对，所以说叫流星蜜嘛，像流星锤一样。但今天这个南瓜是不是这个缝隙有点太窄了，不好采摘啊？个头还蛮大的。这个棚原来一直没管理过。它这个个头还蛮大的，比那个金丝蜜瓜要稍微大一点。这瓜个头挺大的，摘一筐还挺容易的。咱们今天先摘2筐，看看这个10天以后，它跟这个在藤上长了以后这个口感做个对比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。现在有多少斤？这应该有个20斤，我感觉6个瓜吧，得有20斤。大家好，我是梦琪。我这个朋友开始做这个门棚处理了，所以说提前把这些瓜秧呢全部给它拉出去。这个棚种的是西瓜，已经结束有这个1个月了。咱们今天来找一找，看还有没有这个残留的小瓜钮啊。当然，像这些肯定是不能再食用了。你看，还没有拳头大吗？这个肯定不熟。往前面找找看。这是上一次不熟以后放着就坏了，估计希望不大了呀。看那瓜秧已经全部成这个样了，尤其是它。
不行了呀，咱这个大棚这个结瓜结束已经1个月了，所以说没有找到这个可以食用的小瓜牛了。很多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让它闲置这么长时间呢？因为我们需要闷棚啊，像这个7月份闷棚是最好的一个时间，一般我们都会在这个时候，就是7月初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大棚给它闷上去以后，闷棚25天嘛，到这个8月份的时候，就可以去正常种植了。如果说你闷的稍微早2天的话，到这个7月底就可以了。因为像这些闲置的大棚，你看这些发霉以后会有很多的病菌细菌，再一个呢也会滋生很多的昆虫啊。尤其像这些瓜类以及茄果类的作物啊，它这个虫柴问题是非常严重的。像我们闷棚的话呢，既可以把这些病菌细菌杀灭掉，又可以呢很好的解决这个虫柴问题啊。大家平常在这个下柴种植之前会去进行闷棚吗？我觉得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梦琪，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番茄大棚了。像这个时候大棚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的呀，因为像他们这个蔬菜展览会呢已经结束了。不过这个时候来呢还是有好处的，好处就是可以吃了。刚刚问他们这边这个小姐姐，他们说自从这个展览会结束以后呢，里边已经开始开放采摘了。像这个番茄你是可以直接去食用的。像这个番茄它是酸甜口味的，酸度特别高，当然这个甜度也特别高。说实话，这个口感不错，但是我不太喜欢，因为它这个酸味有点太重了，汁水也很足啊。不过它这个酸味过去以后，那个回甜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。老有朋友问这个番茄可以长到几岁果？你看，像他们这个番茄，你看下边多长。刚刚我问了一下这个里边的负责人，他们像这个番茄呢，目前长到了第12岁果。对，你没有听错啊，像这个呢是它的第12岁果。当然，像有一些他们没有挂住是11岁，它呢还可以继续往下结的。不过像他们这个基本上也种植结束了呀。过几天的话，可能要给这个棚给清掉了。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它最上面这个果实就明显比较少了。你看下边，像它们下边呢，一般多的时候可以结一个4个5个，但到上面可以看到吧，基本上是2个3个。番茄植株的这个长度增加了，它的需肥量就多了，反而这个结的果实呢，并没有那么多了。所以说，像咱们一般在种植的情况下呢，如果说你是菜番茄，结一个这个7岁果8岁果就可以了呀。像我们一般种植就是让它结一个5岁果就结束了。所以说朋友们不要再问我这个番茄可以结多少岁果了。像它们呢都是一个无限生长型的，只要你水肥可以跟得上，这个又不怕投入成本的话呢，你可以一直结，结一个10几岁甚至说几十岁都没有问题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梦琪。我们这个番茄开始定植了，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同。这批番茄苗培育的还是比较好的，你看还是比较壮的呀。大家看这个雏菊，看它呢只有18公分，什么概念？像普通的番茄呢，一般这个间距在30公分以上啊。还有一点，你看咱这个以前是单垄双行，现在是单垄单行，这个雏菊呢缩短了一半。所以这每行上面它这个番茄的数量还跟以前一样。那么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家想想看，像以前的话呢，它用双行，这个垄呢它是比较宽的。现在呢这样又采用单行的话，这个垄窄了一点，可以充分利用咱大棚的空间啊。像以前都是7垄，你看现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多了1垄，相当于这个利用面积多了1/7。大家想想看，这个还是比较多的。再一个，虽然说我们这个是单垄栽植，但是像我们吊腕的时候呢，也是交叉着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立体空间啊，跟这个双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近2年这样的一个种植方法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呀。大家如果说自己是种植户的话，也可以尝试一下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多用点空间嘛，多种几棵呢，你这个产量都会高一些。